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看到这种古老陈旧的房子，有一种莫名的，也说不出来是这种怀旧感，还是说什么感觉啊？也不知道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一种莫名的感觉啊，总会驻足浏览一下。可能是现代社会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吧，我们都来不及思考，好多东西都没有。在这种被时光雕刻的痕迹背后，也许隐藏着无数的故事，各种悲欢离合，人情世故，让我们不禁去遐想。这个时候，时光仿佛变得慢了下来，这也是我喜欢古董和老物件的原因之一。每件古董背后都有它的故事，引人入胜，让我们去遐想当年的人，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们探究究竟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文化。每这种周六的早晨中山公园都会有一些地摊。10多年前那时候这边地摊还是比较厉害的。各种这个摆摊的曾经我也在这摆过摊卖过一些古书籍还有一些这个制钱什么的。不过现在周六还有一部分其余的那些都不让买了。今天周末我没事正好过来逛一下吧。顾名思义1925年，然后革命先驱孙中山故去了济南人们为了怀念他就建立了就把这个之前这个其实叫商埠公园后来就改成了这个中山公园现在也是人们济南市民一个休闲娱乐的地方，是免费的。然后之前我摆摊的地方就在那个位置，然后咱们过去看一下。被围墙单独圈出来这一块就是一个现在主要也是以文化为主，那么就是以卖书的为主，当然也有一些杂项什么的。进来看一下，好久也没来逛了。人还不少。这个地方可能也存在不了多久了，前段时间说都拆除嘛，趁着拆除之前再留点影像吧。这种卡带式的老的这个卡带机景天蓝记住这种掐丝比较突出的这种年份特别浅。逛这来了。没什么东西，是现在这些东西。是，就这个是老的。这个是老的。有残了。残了，残了挺可爱的。是。我也这小鸟。我看看。也不是这么黑了，你看看你是不是行家，所以你像你是写的。来了，这是鸟是吧？是。这是我留着根本都不喜欢收藏，知道吧？但是这个这年份也浅，但有些年头了开始纯手绘的。但是人家这个倒是年轻人手绘的，挺漂亮。这个也是，这也是四个挺漂亮。这个年岁我知道的，但是手绘的这对，喜欢完整4个一点毛病都没有。4个我这4个正好都在这
这一套我都拿到。是，这我挺喜欢这个，你这个你看看这个，我对这个酱色有点不大了解。你看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地方窑口的，地方窑口的80年代左右。啊。自杀上马郎菜那个。自杀上马郎菜的，你要真老的啊，那可真是啊，我知道。啊，我看看，我没带这个价格。先留一留，那个老的挺值钱的。马郎菜，你像青铜器的有得好几万。哦，到大清早期了。那青铜器的话呢？对，我我看看这说的话，这政府有一个，当时有一方不大好，是其实它是烧的，主要是有方气了是干的，什么米，就是抬土。哎，对，人家那什么，这多少钱？行，给你开个张吧。好的，你要是每天拿着手板写也行。哎，那哪行？我从网上经常看的，你为什么？我给你这像你这边，两花你。哦，好嘞，老岳，再给我拿。没年份。这的确挺漂亮，有点孔雀绿那个感觉啊！这不是说那个汝窑水仙盆啊，价值多少亿那一个，80年代那时候做的地方窑口的，你看这就是那种灌浆台，一瓢青啊，关键这个颜色我感觉挺好，距今40-50年了吧，也算个老玩意儿了啊，一点毛病都没有，买回家摆到那里养个水仙不错。逛了一圈啊，这中山公园这里面老东西也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是一些书籍什么的。不过今天真的挺开心啊，有时候逛市场啊，就是啊一种文化交流啊，然后愉悦心情啊。这光子现在还真做不出这种来了，没有那种历史温润感。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关注给我点赞，耶。光收的，我是的，他家的，我家的。我这书还有点年份啊，文革时期，70-80年代。你看这多少钱？老板，这种不是很值钱，不过呢，你看它那个啥没坏，你看。没坏。哎，要坏了就不值钱了。这地摊上就10块20块。行，拿走也不容易，没事到时候捡点东西。对。这拿现金了吗？对。哎，宇哥有现金吗？给我，到处逛悠吗？对呀。平常怎么在这不得见你呢？我经常在这逛悠，白天不得在这是吧？白天我不在这，晚上在那。晚上就在这。对。你不是济南人是吧？不是，我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话。对呀。晚上有时候在这逛逛。对呀。他那玩意儿再说他推理。哦。晚上回来了，没事，我不快。拿着吧。这样。我就留着当个纪念了。但是我跟你说，我可不是骗你啊！啊，我知道。看一下啊，解放后的，对，一摊20块钱撑死，真是啊！给你就是买点东西吃上。谢谢你啊，好嘞，好嘞，谢谢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没事可以找个正儿八经的工作，对，天天高来回说咱溜达，你赚不多少钱，也不一定天天捡着这个，也不一定天天遇上我，是不是？对。走到这边，好嘞，好嘞，谢谢啊。甭客气，甭客气。喝了一点小酒，人也病也犯，恻隐之心也犯。记着无数个365天之前，曾几何时，人都有叛逆期啊。那时候自己流到街头，无依无靠的时候，就想，如果有人说哪怕给我1个币啊，哪怕说给我5块钱，我感觉这个心里就是暖暖的，有一种希望，有一种憧憬。因为我体会过这种感觉啊，看到这种流浪的人外地人心里不满有
不免有这种恻隐之心。虽然这个东西啊，解放后的一个小香炉，并不值钱。我买这个东西的唯一目的，我想让他看到希望。也许啊，人世间最珍贵、最无价，能让一个陌生人感觉到这个社会的温情，这是世间最珍贵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所有的老物件都保留着一段历史，背后都珍藏着一段故事。我想，这也是大家喜欢收藏、喜欢我们文化、喜欢我们古董的原因之一。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关注和点赞。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吕哥说咱走了之后，然后那大哥去买了2瓶饮料啊果汁儿，然后呢和那俩人喝，然后呢开心的像过年。去北京一趟，这次的宝贝盯了2、3年了啊。那么现在我就刚刚到达北京啊。好嘞，谢谢啊，这老师入。好嘞。现在我就来到了拍卖现场的这个预展中心啊。我说拍卖一定要看预展，他们会有一个品相报告啊。不过呢，就是说呢是仅供参考啊。那么我们还是要说通过这个去再甄别一下。这上面写的已经很详细了啊，品相报告仅供参考，摊牌前请仔细检查品相，以实物为准啊。很多人其实根本都不说这些啊，我说过了，就是拍卖公司它是有拍卖规则，比如说本公司特别声明，不保证拍品的真伪、品质及价值啊，对拍卖的卖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担保，竞拍人应自视审拍啊。这就是期待已久的我的小部门提前先看一下16万。怎么这么大的？21万5。是一个日本人的一个旧房，从前年我就一直盯这个，因为那时候疫情出不了国，你也没法说是这个从国外去实地去看去，所以说就错失这个机会了今年终于来到国内检测一下这个品质然后还有真伪这就是传说中的斗彩斗彩源于就是明代明早期宣德年间，最出名的是花瓣非常漂亮青花加上材料2次烧制非常俊秀有力的大青光绪粘制块，底座非常的干老，包浆自然我们说了一些好的东西都属于老货如新这就是在这一个一个的检查。那么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个也是非常非常的仔细每一个圈足为了怕磕碰都做了一个圈足的一个套。那么这是矾红矾红源于宋代到了明嘉万时期的话就比较流行那么到了康熙的时候记住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点，康熙时期一般不以单色的矾红出现至少目前是这么认知的，它一定会配是青花或者是五彩。那么到了就是康熙以后，你比如说乾隆以后吧，就比较弱了它是以这个铁为主色系那么到了光绪一朝呢，回光返照又做的非常好，深沉大气自然这个器型都是铃铛杯。咱说这个东西真不真，你看它的款式非常写的铿锵有力非常非常的激动。那么这是一套7号拍品，这件是乾隆的青花缠枝花卉纹日本横滨藏家收藏记录于横滨国庆2019年，当时编号是226号MG9，起拍价格是8万，30版直接报价30万，30万 CP 提出48万，38万，38万现场报价40万以上，40万烟市场内可以40万，前排谢谢48万，48万又报名了，可以52万，117号横滨继续52万，还有谢老师52万现行，后方的先生离开考虑加价了，52万在现场，前排的报价是要加价吗？52万、55万，还是57？55万，谢谢，55万，52万，您也可以看看。
57万，57万，刚有7号报价，57万在现场，刚有7号的57万，交给谁了？57万，57万，57万，最后一次，谢谢刚有7号的57万，谢谢，开完了，然后交完钱啊，就往这个库房里去取货啊，这最后一个环节啊，取货也是非常谨慎的，要每一个再重新啊就检验一下啊，看这个东西有没有出入啊，一定要仔细检查啊，这是最后一个环节。美中不足的啊，其中有一只是有冲线的，不过这个已经没所谓了。那么一会儿呢，我还要用专业的设备重新再检测一遍，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慢，然后也是为这个艺术品为自己负责吧。大体先看一遍。皇家之气的这种美丽惊艳或者说细致这就是当时的皇家之物。现在增值潜力或者是参考以往的这个拍卖价格一直非常好。收藏它的同时，我们在欣赏这个艺术的也是一种财富的积累。相对于这个价格来说其实我已经很满意了。那么今天呢，就是为它而来，主题封面2021年的青石凤头蟹，没想到被我给拿下来了。真正的官窑，其实这种在市面上仿品巨多，传承有序从日本的横滨前年然后再到今年我们中国的北京我打算把它就是一直留到这里，我们传承下去。官窑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你拿到手里那一刻，你有一种感动，然后你有一种欣慰你有一种自豪，那也许这就是艺术品的魅力。我又得干火车了，咱们走。康熙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猛，不服就干手底下3个藩王有点账目灭了你噶尔丹不服，越炸亲征，吓死你，是不是？然后俄罗斯侵占我们东北，打死你。俄罗斯一看我这是个什么人呀？这玩了命了，是不是跟你过不了这个，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从此和平了100多年台湾你过来吧你别落到这个独立有这狼仙的是不是？然后这就是康熙一个特色鲜明的一个皇帝不服就干，不在战争就在战争的路上。那么咱再说雍正，雍正是一个什么皇帝呢？据说一生为出京城兢兢业业他非常喜欢公务员的这个职业喜欢什么呢？批奏折。据说每天只休息4个小时。这个人心思非常的缜密是一个守江山的一个能手。据说呢，他批的奏折一生达到4万多件，批的奏折无数，据说打几百万字，有说上千万字的，反正就是很累做事很严谨。当然，在严谨的同时，他需要放松所以说他艺术修为也非常高他是一个不在批奏折就在批奏折路上的一个皇帝。那么咱再说乾隆，玩呗就是玩康熙打江山，雍正守江山到了乾隆就玩了6下江南，有说7下江南的不在玩就在玩的路上你看3个皇帝非常的这个各色鲜明我说这个有可能不是特别严谨有点就细说的意思，但是呢，我是为了让广大的藏友记住，就是说3个皇帝各色鲜明，因为政治皇帝的风格影响艺术风格今天说的这康雍乾盛世咱说康乾盛世，其实指的是康雍乾盛世因为雍正在位时间比较短嘛，在位13年，1722到1735嘛，好多人就把它省略了，念起来也顺口。你比如说康熙瓷器上这个青花画的这个上边带鱼的都是拿叉子哗往上插，就这么猛是一种出击的状态你比如说到了雍正就是在那垂钓那么到了乾隆呢，有点愿者上钩的意思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今天当然今天说这些也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么等重头戏就来了一看这个龙是不是一看底下这几个字就知道这个东西分量不浅。雍正时期的一个青花龙纹折腰卧走的一个斗笠展从这个上面其实就非常能体现出刚才我说的那几个特点。你看他画的这个龙非常的这个清秀，而且是用这种淡描或者说线描的方式去勾勒的那么再看他这个修足包括这个款式字写的铿锵有力，双篮筐
修足啊是典型的官窑的泥鳅背啊，官窑一定是泥鳅背，就跟泥鳅的脊梁一样啊，非常的圆滚啊，这是官窑的一个特征啊。再一个官窑啊是有制式的，不能乱画啊。我这啊2条龙是吧？双龙赶珠，我能不能再画一条？不行啊。雍正时期啊，比较就是说清秀疏朗，你看嘛，它留白比较多，是不是？那么乾隆的风格密不透风啊，上边就密密麻麻都画满了啊。皇帝的这个欣赏的这个角度不一样啊。那么雍正的瓷器给人的感觉啊，就是俊秀啊，严谨，一丝不苟，各有各的特征啊。咱们都说啊，康熙精疲力有，其实雍正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你看他这个胎啊，他都能映出里边的龙来，就说明他那个时候胎土可能能淘胎土能打10几遍甚至几10遍之上，淘的特别细啊。有些人很多说火石红，其实火石红是里边没淘干净才出火石红，你淘干净了，几乎火石红很少或者很淡啊，这是特点啊，就有种这种吹弹可破的意思啊。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啊？恐怕风吹去，又恐日之消啊，就是形容这种啊白釉的薄胎瓷的这种感觉，就是说啊放在那里怕风吹走了，然后放到太阳底下怕晒化了，那这种感觉啊。御窑啊，就是官窑的这么一个碗，可能烧这么几百个都不行，都打碎了扔掉啊，只选取最好的啊，进贡给朝廷。你发现了一个事情了吗？不都说这个龙是5爪吗？是不是？皇家肯定是5爪，这个为什么是4爪呢？啊，那这个就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很多人啊，就是说被误导。那很多小白说，哎，你这是假的吧？啊，但凡说这句话的，基本上就是露了怯了。从元明清以来，包括元青花中的龙，你可以看到元青花的龙大约都是3爪的。那么明清2代的，当官窑成为定制的时候，那个龙纹依然有3爪或者4爪。官窑里啊，我们说的是官窑里。这么一说，可能大家就明白了，是不是？那么咱们今天共同欣赏一下雍正时期的官窑到底有多么美。在那个年代啊，这种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我们在欣赏官窑的同时啊，其实我们应该了解历史，了解什么呢？就那个时候制作的难易。我相信现在啊，这件艺术品啊，放到我们手里，感觉很平常。想想1735年接近多少年了？是个小贩的年代，非常非常的便宜，喝茶得多少钱一碗？官窑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大气，有皇家之气。也就是说，懂与不懂啊，咱看那种感觉，那种雅致和那种气息啊，是我们这个摸上去就跟玉一样的润啊。看，全是元青花，元青花那超大盘啊，有的红的，这边还有一些破旧的，厉害。漂亮，都是拉瓷器的车的中午在这休息了。现在我就来到了大名鼎鼎的啊景德镇的范家井啊，仿古瓷器一条街啊，十分有名啊。据说那么这里每年的产值啊能达到上百亿啊，一件赝品能卖到说啊上千万啊。这个多少钱，老板？这个120。这个就是仿这种清早期的鸽釉，你像对鸽釉黄鸽啊，这个啊之前在乡下收到过一个，这150。这个也是仿啊，就是清早期的那种啊鸽釉的。你收到的就跟这个一模一样的。盘口瓶啊，我收到的是老的，你想想我收那个老的碎的都好几千块钱了，这个仿的相当到位。对，其实这种的话啊，现在很多人不懂啊，像这种磨骨的，现在来说的话啊。其实你像啊，这位啊，你像这位大姐的话，就是说啊，人家新的东西就当新的卖，但是会有一些就是啊，就是说图谋不轨的，有别的心思的啊，拿去当老的去卖，那很多人可能就以为是老的了啊，那他们就有点横征暴敛了。那你这个东西你卖2万块钱、3万块钱都是它，清早期的这么好啊，石龙的盘口瓶，而且是鸽釉开片。其实这清早期啊，我们现在仿清早期，清早期其实那时候又是仿宋代那个鸽釉。正宫。对。这种多少钱？150一个，150一个是吧？是。可以来一个试一下。这个我要一对，
那也有那个3个相对就行。我刚才在讲了，讲的不大清楚。其实这种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分2种，一种叫蘑菇，那么这就是蘑菇，还有一种呢啊，等会儿啊，让老板娘给你演示一下，那就叫什么呢？那就叫作尾、作宴，完全2种截然不同的性质。仅仅150，那几乎就没有本的买，150块钱，你买个新的，这就是新的，值不值？超值的。我要2个。对，行。其实这种东西呢，那就是啊，一种说做宴的东西，为什么？让这个底显得更自然，因为新的东西它没有磨损这样的话就感觉好像是放到地上有好久了。给我的学生看的。学生呢？对，是问心无愧，又不是说当老的去卖。拿这个底打这么几下多卖2万块钱。本来卖150一个，摩擦这几下接着卖2万。好的很。这个好嘞，好漂亮。好嘞。这一包看看。好。好嘞，来，给您钱。大体讲一下，其实歌釉的源于我说了，就是说这个刚才说这个源于宋代，为什么？宋代的话有汝官歌军定5大名窑据说前边还有一个柴柴汝官歌军定，所以说这就是那个时候的5大名窑里边的系列。但是呢，其实是我们现在蘑菇的什么呢？蘑菇的雍正，这就是跟宋代一脉相承。每年的话都会不止1、2次的来景德镇学习因为景德镇目前还是代表了我们整个中国的制瓷技艺你像这边看一下这绿鸽应有尽有，如果放到地摊上或者放到店里，谁敢认呢？是不是？买点这个绿鸽去，绿鸽很好卖。对，绿鸽现在卖的可好。行，你搁远了看，这种有多少人敢认呢？小马人的。底还做的挺好。一个人昨天买的3万多块钱出去。谁呀？我不知道他是叫什么名。所以说呢，学无止境这句词永远不过时保持一颗谦卑的心永远是一个艺术品界的小学生。看书这是理论，你不上手永远不知道受1分钱就是那句话学无止境。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好，拿着了走了好，谢谢。瞅瞅这个配这个年吧，瞅这个年吧，这个年的摆这年多少钱？年多少钱？买不起呀，主要发是，就买给我也拿不走。我不会不会吸烟。他年轻时候，烟也不动，酒也不喝，茶也不端，光干活。怪不身体那么好呢。光住推车子，抓地。我们都曾岁月蹉跎，我们都曾被生活所迫。也许只有鬼知道为了什么，最后失去了自我。你不再是曾经的你，我也不再是曾经的我。我们都曾经历了太多，变得越来越脆弱。你不再是曾经的你。刚把手干的一会儿呀，你正好买2只菜，我就看什么。这边也快拆迁了哈。他是过年呢。那边都拆了。对呀，人家都搬了的。你搬这边先租着是吧？对呀。你在那边来是吧？松花。往后说先盖起来，再拆。对呀，盖上
还好了。对，你不，哎呀，搬家弄麻烦。去年这人呢，可没住了。是，哦，住这了。哎。哈，这小院多好啊！俺羡慕这种房子。你好说。哎呀，我说有这么个小院真好啊！这个我跟你说，你看啊，这上面写的是乾隆通宝，这个写的是道光通宝，就是晚清的。哪种值钱哈？你要记着，如果再搜出来的话，雍正的，雍正通宝，200-300块钱一个。这个呢？这种就几块钱一个。然后再一个值钱的就是顺治，几块钱一个。对，顺治的话啊，能值个就180，雍正的贵，然后再一个就大的那种贵。这嫌你给多少钱？这个我就不要了。这个吗？对，这喷雾器上的，这东西喷雾器上的。喷雾器是。对，这是门上那个挂。这个就是，这个有用，这个都有用。我知道这个我留着也没用，这是那个就是抽屉上那个挂，哎，出的门上的。这种是有年份的，都是民国时候的。就这俩我能，这俩能给10块钱，这个品相太烂了，这个崇祯通宝，这个太烂了，这俩能给10块钱。这不要吗？那我不要，我要了没用啊。这个也不要。不用。就那俩我能给10块钱。行啊，拿着吧。行。没人要就拽他。拽嘛。你能找开吗？我没零钱还。没有啊。啊？没有，找不开。有微信吗？也没微信。哎呀，不干买卖有微信吗？这还破不开，我这刚买了个壶，没破开。你有吗？找不开吗？找不开。那么给你盒烟是吗？22，你给我22，我不抽烟，他叫我戒烟。22这盒烟，换了2钱。刚买了22。你找不开，这边也没有。我零钱刚才买壶都买了，要不我得上下边小卖部再给你传去。你过年了，家里来个人嘛的。22，你赚了。刚买的。名牌烟。都名牌烟，这刚买的，下边那个小卖部。你拿着吧。那个老盘子什么的没有啊？没有，你都拿着吧。要不要你拿着吧。你放着吧。啊？你放着吧，留着到时候做个纪念吧。哎呀，我留纪念用哎。留个纪念是吧？这可能那时候老人哎，这个老年珠，你听我说，这铜的，就说戴到手脖子上治高血压，因为它压着那个脉嘛。哎，很多老人说身体不好，有时候戴个铜镯，戴个反正就是重的吧，说治高血压。放都照小了，你这一裤衩证明呢？是。那行，别的没有是吧？没有，我给你留着。那行，那咱走了，杨。走啊。好嘞，好嘞，拿咱喇叭。怎么了？2个品相比较好的乾隆通宝和道光通宝啊，这种小瓶钱其实并不值钱。一定要记住哈，这种东西就是雍正的和顺治的价格比较高，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盒烟换了2个小铜板，值钱。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做个点赞，谢谢大家。我们总是奢望的太多太多，回不到从前的快乐。